这位20岁亚裔网红今年赚了4300万美元，她叫 Sophie Ring。2004年出生，在社交媒体上有超过1000万粉丝，但收入大多来自于独家内容平台 OnlyFans。他最近呢公开了自己的收入数据，没错，一年4300万美元。按照他的收入来说，几乎已经超过了很多 NBA 篮球巨星，而他呢几乎是一夜成名的。那么 Sophie Ring 究竟是如何实现这种从普通人到超级网红的逆袭呢？好看的网红这么多，那她又为什么成功了？今天木子就来细细剖析她的成功秘诀。2021年 Sophie Ring 的生活还是非常普通的，她来自美国的移民家庭，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。当时呢 Sophie Ring 并没有任何可以让她走红的途径或者是背景，但是业余时间她尝试在 TikTok 上制作对口型的短视频，这些视频内容非常简单，甚至是有些随意，但是她借助自身的一些身材和外貌的优势，帮助她在上传了几百个视频以后获得了初始的10万粉丝。不过这些粉丝虽然给她带来了关注，但并没有转化为直接的实际收益。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呢，仍然是她主要的收入来源。那真正让 Sophie 的名字火遍全网的是一次意外的争议事件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她穿着蜘蛛侠的换脸视频。那这个恶搞视频引发了粉丝在 Google 上的大量搜索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呢 ，Sophie 也是非常的聪明，她并没有直接的承认或否认这个视频是她本人，而是开始发布自己穿着类似连体衣的视频。那这种若即若离的回应方式，既维持了话题的热度，又巧妙规避了争议的直接后果。于是呢，这次事件让她成为了热门的内容达人，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影响力。那么这段视频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？首先就是 IP 的加持，蜘蛛侠呢是很多人童年的超级英雄，这样的形象它自带吸引力。其次呢就是服装的设计，这种紧身的连体衣就能满足某些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偏好。那最后就是稀缺性。Sophie 的原视频很快就是被多个平台删除了，这样呢反而激起了网友的好奇心。人们疯狂的搜索这个片段，但是始终找不到。这种求而不得的心理呢，就加剧了整个事件的热度。不过和之前只有吆喝没有买卖不同，这次当热度达到顶峰时 ，Sophie 抓住了机会，把流量呢从公共平台引导到了 OnlyFans 这个付费平台。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，他发布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的日常内容，比如时尚穿搭、健身视频等等等等。而在 OnlyFans 上，他则提供一些独家的内容，只有付费用户才能观看，每个月5美元。甚至后来呢，他还升级了自己的商业模式，会通过私信与粉丝1对1交流，强化和粉丝的情感连接。那实际上这种分层运营的策略呢是非常高明的。首先呢，他在公益平台上制造神秘感，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，然后将庞大的免费流量吸引到自身的收费平台，从而实现收益的最大化。这些公益平台带来的曝光，又反向提升了私域的订阅人数。你可能会问，每个月5美元的订阅费真的能这么赚钱吗？关键就是在于它的用户基数非常大。当订阅人数达到上百万时，这些小额费用加起来就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了。不过，尽管 Sophie 前段时间晒出来的年收入达到4300万美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所有的钱都属于她。为了维持高效的运营呢，她也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的。首先呢，就是他的团队在广告推广、SEO 优化等等方面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这些成本占到他总收入的大约10%到20%。第二呢，平台也是要抽取分成的 ，OnlyFans 呢会收取20%的手续费。第三就是他提供的1v1私聊服务是由专业团队去完成的。那这部分的费用呢是约占收入的20%左右，再加上税收和团队的薪资 ，Sophie 实际到手的收入总额可能只有一半，甚至更少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个收入还是非常香的。实际上 Sophie Ring 的成功，除了她个人的独特性以外，还离不开专业团队的支持和精准的流量运营。那么她的成功究竟能不能被复制呢？
我们先来分析她成功的要素有哪些。首先 ，Sophie 的外貌和个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，亚裔加幼态加身材火辣的形象是吸引关注的重要原因，符合欧美的审美受众。其次呢，虽然蜘蛛侠的视频这个热点爆发具有极大的偶然性，但是也离不开平台的加持。TikTok 为了拓展自身的市场，增加曝光，在热点起来以后呢，也是非常愿意配合去造星的。最后呢 ，Sophie 后期的整个流量爆发，肯定就是离不开专业的团队支持了。所以，如果作为创作者想要学习复刻的话，我更建议呢是采用矩阵式的运营策略，多个账号覆盖不同的领域和受众，不仅能分散风险，还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。通过这种模式呢，可以在合规的前提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。怎么样 ，Sophie Ray 的故事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呢？